中国经济的天空正在塌陷，地方政府国库空空如也，债务高企，收入锐减，偏偏又撞上了中美贸易战和全球经济寒潮的双重夹击。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地方政府们竟然干起了见不得光的勾当，偷偷摸摸把从犯罪分子手里没收来的加密货币变卖成现金，拼命填补财政窟窿。这波操作不仅让禁令形同虚设，还暴露了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绝望与挣扎。更要命的是，美国总统川普正磨刀霍霍，准备放宽加密货币管制，囤积比特币，摆明了要在这场博弈中再给中国一记重拳。中国的地方政府到底还能撑多久？中国经济这几年像是被抽干了血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消费低迷，出口受阻，地方政府早已债台高筑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激增至 42.8 万亿元人民币，占 GDP 的 33% 以上，创历史新高。与此同时，土地出让收入，地方财政的命根子持续崩盘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为 4.9 万亿元，同比暴跌 16%， 直接让无数地方政府深陷入不敷出的绝望境地。偏偏这时候，川普的贸易战又来了致命一击。美国自2025年初以来，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 125% 的报复性关税，另有 20% 的芬太尼关税和 7.5% 至 100% 的特定商品关税，等于把中国出口的咽喉死死掐住。根据路透社统计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已锐减1/3，预计2025年还将再跌 10%。出口这架经济马车彻底熄火，地方政府税收雪上加霜，日子过得比寒冬还冷。就在这山穷水尽之际，地方政府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从非法交易中没收来的加密货币。路透社独家披露，地方政府正通过私营公司偷偷出售这些查获的数字资产，换成现金注入国库。这招看似高明，可细究起来，简直就是在钢丝上跳舞。中国自2021年起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，数字代币压根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或资产。可现在地方政府为了活命，硬是顶着禁令搞起了灰色交易，这不摆明了是在自掘坟墓吗？要说这加密货币的来路可不简单。近年来，中国涉及加密货币的犯罪案件像野草般疯长，从网络诈骗到洗钱、非法赌博，简直无孔不入。区块链安全公司 Safeist 的报告让人瞠目结舌。2023年，中国加密货币相关犯罪涉案金额高达4307亿元人民币，约590亿美元，比2022年暴增10倍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。2023年，全国起诉了3032名涉嫌加密货币洗钱的犯罪分子，同比激增 45%。这些犯罪活动让地方政府意外收获了一大笔战利品。根据比特币投资公司 River 的统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地方政府持有的比特币数量已达 1.5 万枚，价值约14亿美元，位列全球第14大比特币持有者。这还不算其他加密货币，像以太坊、莱特币之类的，数量更是数不胜数。路透社援引法庭文件透露，深圳一家名为 GFNC On 的科技公司自2018年以来，代表江苏徐州、华安、泰州等地政府，在境外市场卖掉了价值超30亿元人民币的加密货币，美元收益通过当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，直接打进了财政账户。这笔意外之财对地方政府来说，简直是雪中送炭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罚没收入飙升至4120亿元人民币，5年内增长 72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
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城市，查获的加密货币已成为财政收入的救命稻草。比如，江苏省某县级市2024年的罚没收入中，近45%来自加密货币变现，硬是靠这笔钱稳住了公务员的工资和当地的基建项目。可这救命药吃下去，副作用也够呛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氏直言，这种卖币操作就是个权宜之计，压根不符合中国的加密货币禁令。他在2025年初参加的一场司法研讨会上警告，随着犯罪案件和查没金额的激增，这种擦边球做法迟早会引火烧身。深圳律师郭志豪更是直白，地方政府的卖币需求跟国家的禁令对着干，这矛盾不解决，迟早得出大事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波卖币风波还赶上了中美关系的最坏时刻。川普上台后，不仅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贸易战，还在加密货币领域对中国来了个釜底抽薪。据彭博社报道，川普计划放松美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，甚至要建立国家级比特币储备，直接把比特币当作战略资产来囤积。这招摆明了是要把加密货币市场的控制权牢牢抓在手里，顺便给中国的卖币操作上个紧箍咒。反观中国，地方政府却在贱卖手里的加密货币。根据 CoinMarketCap 数据，2024年全球比特币价格一度飙升至 9.8 万美元每，可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赶紧套现，往往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抛售。比如 GFNC On 公司在2023年的一笔交易中，以 7.5 万美元每的价格卖掉了500枚比特币，足足比市场价低了 20%。 这不就是在割肉吗？更讽刺的是，这些卖出去的比特币很多都被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接手，等于中国在变相给对手送弹药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直言，中国地方政府基于变现加密货币，短期内或许能缓解财政压力，但长期来看，这是在自断后路。他们预测，如果中美在加密货币领域的博弈持续升级，中国的卖币行为可能会导致每年至少50亿美元的资产流失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1年的财政收入。别看地方政府卖币卖得欢，背后的隐患可不小。首先，这事儿本身就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。路透社援引多位法律专家的观点，这种通过私营公司卖币的做法，不仅缺乏透明度，还容易滋生腐败。比如，某地方政府在2023年的一笔交易中，查获的1000枚比特币莫名其妙缩水了200枚，剩余的800枚以内部折扣价卖给了某私营公司，交易细节至今成谜。这不就是明晃晃的暗箱操作吗？更麻烦的是，卖币的流程五花八门，完全没有统一标准。有的地方通过香港的加密交易所抛售，有的直接在暗池交易里低调出手，还有的甚至找地下钱庄帮忙洗钱。陈氏教授警告，这种各自为政的乱象，不仅让地方政府面临法律风险，还可能让犯罪分子钻空子，把卖币的渠道变成新的洗钱通道。更别提，这波操作还可能动摇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根基。2025年初，北京的一场司法研讨会上，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直言，地方政府卖币的做法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加密货币的价值，这跟禁令的精神背道而驰。他们担心，如果不赶紧出台统一的处置规范，地方政府可能会变本加厉，把卖币当成常规操作，到时候整个金融体系都得跟着抖三抖。地方政府卖币的背后，是中国经济寒冬的真实写照。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地方财政赤字已高达 8.5 万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而地方政府为了保住基本运转，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卖币只是其中一个缩影。更扎心的是，
这波财政危机已经开始波及普通人的生计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，2024年全国有超过60万名地方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从业者深陷工资拖欠或裁员危机。像江苏某县级市，2024年因财政极度紧张，直接砍掉了35%的基层岗位，连环卫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。卖币的收入虽然暂时救急，但不过是杯水车薪，压根填不上财政的巨大窟窿。更别提地方政府为了省钱，正疯狂削减公共服务开支。教育方面，财政压力导致不少农村小学因经费不足被迫关闭或合并，学生只能挤到县城的学校上课，教室里人满为患。医疗方面，国家卫健委的报告显示，2024年全国县级医院的财政补贴同比锐减18%，导致大量基层医院连基本药品都买不起，病患只能望药兴叹。面对这场经济寒冬，地方政府卖币的骚操作只是权宜之计，治标不治本。花旗银行的分析师警告，中国地方政府对加密货币的依赖暴露了财政体系的脆弱性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和收入问题，这种短期变现的做法只会让危机越拖越深。他们预测，2025年中国地方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万亿元，相当于 GDP 的8%。更要命的是，中美博弈的阴影还在扩大。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让中国出口企业哀鸿遍野。彭博社预计，2025年中国 GDP 增长率可能跌至 4.5%， 创下30年来的新低。而加密货币市场作为新的博弈场，中国的被动局面只会更加明显。香港虽然想打造加密货币中心，但在美国的监管压力下步履维艰，这无疑会让中国的卖币之路雪上加霜。说到底，地方政府卖币的背后，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卡脖子的缩影。曾经靠着出口和房地产狂飙突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如今的寒冬里，地方政府只能靠着卖币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苟延残喘。可这钢丝上的舞蹈到底还能跳多久？如果连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断了，等待中国的又将是怎样一场风暴？